杭州，这座被誉为人间天堂的城市，可不是你想象中的普通地方。它是一个融合了自然美景、悠久历史和现代活力的神奇之地，简直就是中国的城市博物馆。想象一下，你漫步在西湖边，眼前是波光粼粼的湖水，周围是郁郁葱葱的群山。这里的美景让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倾倒，留下了数不尽的诗词歌赋。难怪苏东坡会说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我打赌，就算是最挑剔的旅行家来到这里，也会被西湖的魅力所征服。杭州的魅力不止于此，它像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全能选手，不仅有自然美景，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。从古老的灵隐寺到现代的西溪湿地，从繁华的城市中心到宁静的水乡古镇，杭州给你展现的是一幅跨越千年的历史长卷。这座城市还是一个创新的代名词。作为中国电子商务的发源地，杭州吸引了无数科技公司和创业者。想象一下，在古老的文化氛围中孕育出最前沿的科技，这种反差可真是迷人啊！今天爱旅游为您盘点杭州必去的10大景点，让您在规划旅行时有更明确的方向。这里是爱旅游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如果你有想看的内容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乌镇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探索被誉为中国最后的枕水人家的乌镇。想象一下，你漫步在乌镇古老的石板路上，周围的建筑仿佛在跟你玩捉迷藏。青灰色的墙壁，乌黑的瓦片，在晨雾中若隐若现，宛如一幅水墨丹青画卷徐徐展开。哎呀，小心别踩空了，这些光滑的石板可是被岁月打磨了上千年呐。乌镇的水是这座古镇的灵魂，十字形的内河水系就像是老天爷下的一盘棋，将整个镇子巧妙地分成了东南西北4个区块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真的觉得自己掉进了古代版的水上迷宫。你们猜猜，我在这个迷宫里转晕了几次？站在飞虹桥上，俯瞰整个西栅景区，河道纵横交错，小桥连接两岸，粉墙黛瓦的江南民居倒映在水中，形成了一幅动人的倒影画。要是运气好，还能看到乌篷船悠悠划过，船夫的竹篙轻点水面，激起阵阵涟漪，仿佛在这幅画上轻轻添了几笔。东栅的夜景更是让人惊叹。当暮色降临，古老的油灯一盏盏亮起，温暖的光晕洒在青石板路和小巷里，仿佛时光倒流，回到了100年前的乌镇。河边的灯火倒映在水中，与天上的星星相映成趣，构成了一幅璀璨的天上人间图。别忘了去看看乌镇的标志性建筑望金桥。这座始建于宋代的古桥，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挺立。站在桥上，你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，仿佛听到了古代商贾、文人墨客在此往来的脚步声。桥下的水波荡漾，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沧桑。走进百间楼，你会惊叹于这座江南最大的清代民居建筑群的气势。错落有致的房屋，精美的木雕和砖雕，无不彰显着江南建筑的精湛技艺。站在2楼的回廊上，俯瞰内院，恍若置身于一个精巧的房屋迷宫。茅盾故居也是不容错过的景点。这座幽静的庭院，曾经孕育了多少文学巨匠的灵感，踱步其中，仿佛能听到墨笔在宣纸上沙沙作响，感受到文字的力量在空气中流淌。乌镇的美，不仅在于它的建筑和水系，更在于它独特的生活气息。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洒落在石板路上，
你会看到老人们端着茶碗，悠闲地坐在家门口晒太阳。傍晚，当暮色四合，河边的茶馆里传来阵阵笑声，本地人和游客在此畅聊，共享这份难得的宁静。现在，我有个小问题要考考大家，你知道乌镇的哪个景点被誉为活着的化石吗？没错，就是江南3大古戏台之一的乌镇大戏台。这座始建于清朝的戏台，至今仍在使用。每年的乌镇戏剧节期间，这里都会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。想象一下，坐在古老的戏台下，听着婉转动听的昆曲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穿越回了100年前？最后给大家一个小贴士，如果想拍出最美的乌镇照片，黄昏时分的西栅水街绝对是首选。当夕阳的余晖洒在古老的建筑和静谧的水面上，整个乌镇仿佛被镀上了一层金色，美得让人屏息。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最想在乌镇的哪个角落留下自己的倩影？是在古朴的石拱桥上，还是在静谧的水巷中？或者你更期待乘坐一叶乌篷船，穿梭在千年水道间？2. 云栖竹径。云栖竹径，这个被誉为新西湖10景之9的神奇之地，可不是你想象中的普通小径，它是一条能让你瞬间穿越时空，变身隐士高人的魔法通道。想象一下，你踏上这条神奇的小径，两旁的毛竹巷是一群热情的迎宾员，高举着绿色的长臂欢迎你的到来。小心别被这些长臂戳到鼻子了，它们可是能长到40米高呢，简直就是竹子界的姚明。云栖竹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雍正年间，那时它就已经是西湖18景之一了。我猜呀，那时候的文人骚客们肯定也和我们一样，被这里的美景迷得七荤八素的。说不定还有人在这写下了千古绝句，只是没来得及发朋友圈罢了。这里的四季美景各有特色，简直就是大自然的调色盘。春天，小竹笋们争先恐后地冒出头来，仿佛在玩着谁先长到天上的游戏。夏天，整个竹林就变成了天然的空调房，让你瞬间感受到什么叫凉爽如我。秋天，满地的黄叶仿佛铺了一层金色地毯，走在上面感觉自己是不是成了古代的贵族。冬天，竹叶上的积雪让整个竹林变成了童话世界，仿佛随时会有白雪公主从树后蹦出来。云栖竹径的入口处有一座碑亭，上面刻着陈云同志亲笔题写的“云栖竹径”4个大字。这座亭子可了不得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。亭子的柱子上还刻着清朝诗人的诗句呢，刻到洗心亭子坐，顿教沉绿一时间，这不就是古代版的洗洗睡吗？走在竹径上，你会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养生基地，清凉、幽静、绿意盎然，让人瞬间忘记了都市的喧嚣。如果你觉得走累了，不妨找找看有没有洗心池。据说池水清凉透明，说不定真能把你的烦恼都洗掉呢。竹径中央的青石板路可有来头了。传说清朝的康熙和乾隆皇帝都来过这里，这条路就是专门为他们修的御道。走在上面，是不是感觉自己瞬间变成了皇帝？不过可别走着走着就想当皇帝呀，那可是要掉脑袋的。云栖竹径不仅有竹子，还有许多古树，其中最出名的要数那棵千年枫香树了。这棵树可真是个巨人，3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，高度接近40米。每到秋天，满树红叶，远看就像一团燃烧的火焰，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最后给大家一个小提示，如果你想拍出最美的云栖竹径照片，早晨是最佳时机哦。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竹叶洒在石板路上，斑驳的光影配上晨雾，简直就是仙境啊！
你们猜猜，在这样的美景中漫步，会不会遇到传说中的竹林七贤呢？或者会不会突然听到竹笋拔节的声音？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最期待在云栖竹径体验什么？是在竹海中畅游，还是在古树下冥想？或者你更想在这里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之旅？3. 西湖。西湖，这个被誉为人间天堂的地方，可不是你想象中的普通湖泊。它是江南3大名湖之一，一个令无数文人墨客魂牵梦萦的绝美景点。想象一下，你站在湖边，眼前是一片碧水荡漾，周围群山环绕，仿佛置身于一幅巨大的山水画卷中。这里的美景简直就是大自然的自拍神器，难怪古今中外那么多诗人画家都对它赞不绝口。我打赌，就算是修图高手也得甘拜下风。西湖的魅力可不止于此，它就像一个多才多艺的网红，不仅颜值高，还很有实力。它不仅是一个旅游胜地，还是一个功能齐全的水利工程呢。通过河渠和闸门，它为杭州市区及周边农田提供水源，还能协助调节钱塘江的水位。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智慧城市啊！说到西湖的景点，那可真是多到数不清。有西湖十景、新西湖十景、三平西湖十景，加起来就有30个景点了。这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风景主题公园，每个角落都藏着惊喜。你们猜猜，如果要把所有景点都打卡，需要多长时间？西湖最著名的景点非西湖十景莫属：苏堤春晓、花港观鱼、雷峰夕照、断桥残雪，每个名字都像一首小诗，让人光是听着就心驰神往。想象一下，站在断桥上，看着雪花纷飞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瞬间变成了许仙，随时会遇到白娘子？不过，要说最吸引人的，还得是三潭印月。3座小岛点缀湖面，就像3颗明珠镶嵌在碧玉上。月圆之夜，在岛上点燃蜡烛，烛光倒映湖面，与明月交相辉映，美得简直不像话。这绝对是月光宝盒级别的浪漫场景啊！西湖不仅有美景，还有丰富的文化底蕴。这里有60多处国家、省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20多座博物馆。走在湖边，你可能踩到的每一块石头都有故事。不过，可别真的去采文物啊，那可是要被请去喝茶的。2011年，西湖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，这就像是获得了世界级网红的认证，让西湖的魅力享誉全球。不过，西湖可不是靠颜值单打独斗的，它的生态系统也相当健康，湖中鱼虾成群，水鸟翱翔，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生态课堂啊！西湖的4季都有独特的魅力。春天，柳浪闻莺让你感受生机盎然；夏天，曲远风荷带你领略荷花的清香；秋天，平湖秋月让你沉醉在诗意的月光下；冬天，断桥残雪带你走进童话世界。这里简直就是4季变装达人，每个季节都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最后，给大家一个小提示，如果想要欣赏最美的西湖全景，一定要去北高峰看看。站在山顶，整个西湖尽收眼底，美得让人窒息。不过，爬山是体力活，建议大家量力而行，别到时候累得连相机都举不起来了。你们猜猜，在这样的人间仙境里，会不会突然遇到白娘子或者梁山伯与祝英台？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最期待在西湖体验什么？是泛舟湖上，还是漫步苏堤？或者你更想在雷峰塔下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遇？
4. 千岛湖。千岛湖，这个被誉为人间仙境的地方，可不是你想象中的普通湖泊，它是世界3大千岛湖之一，一个由人类智慧创造的水上奇迹。想象一下，你乘坐游船在湖面上悠然前行，四周是1078座大小岛屿星罗棋布，仿佛置身于一幅巨大的水墨山水画中。这里的美景简直就是大自然和人类智慧的完美结合，难怪那么多游客趋之若鹜。我打赌，就算是走遍天下的老驴友，也会被这里的景色惊艳到说不出话来。千岛湖的魅力可不止于此，它就像一个多才多艺的全能选手，不仅颜值高，还很有实力。它不仅是一个旅游胜地，还是一个功能强大的水利工程呢。西安江水电站的大坝高达105米，长462米，蓄水量可达178亿立方米。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大禹治水啊！说到千岛湖的景区，那可真是丰富多样。整个湖区分为6大游区：东南湖区、中心湖区、西北湖区、西南湖区、东北湖区和石林景区。每个游区都有自己的特色，就像是6个性格各异的兄弟姐妹，各有各的精彩。你们猜猜，如果要把所有游区都玩个遍，需要多长时间？千岛湖最吸引人的，莫过于那些星罗棋布的岛屿了。大的岛屿上有茂密的森林，小的岛屿则像是漂浮在湖面上的翡翠。月光下，这些岛屿就像是洒落在湖面上的珍珠，美得让人屏息。这绝对是浪漫指数爆表的景象啊！千岛湖不仅有美景，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。这里的水质清澈见底，被誉为天下第一秀水。湖里生活着各种珍稀鱼类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千岛湖鱼头了。想象一下，坐在湖边的餐厅，一边品尝鲜美的鱼头，一边欣赏湖光山色，这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呀！2010年，千岛湖风景区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，这就像是获得了旅游界的奥斯卡，让千岛湖的魅力享誉全国。不过，千岛湖可不是靠颜值单打独斗的，它的生态保护工作也做得相当出色，被称为绿色明珠。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生态教育基地呀！千岛湖的4季都有独特的魅力。春天，岛屿上的花朵竞相绽放；夏天，湖面上游船如织，热闹非凡；秋天，层林尽染，美不胜收；冬天，湖面上雾气缭绕，宛如仙境。这里简直就是一个4季变换的万花筒，每个季节都美得让人流连忘返。最后，给大家一个小提示，如果想要欣赏最美的千岛湖全景，一定要去梅峰观景台看看。站在观景台上，整个千岛湖尽收眼底，美得让人心醉。不过，记得带上望远镜哦，这样才能细细观赏那些远处的小岛。你们猜猜，在这样的人间仙境里，会不会突然遇到传说中的湖中仙子？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最期待在千岛湖体验什么？是乘船游湖，还是登岛探秘？或者你更想在湖边来一场浪漫的野餐？5. 城隍阁。城隍阁这座屹立在巫山之巅的建筑，可不是你想象中的普通鼓楼，它是杭州的地标，一个能让你俯瞰整个杭州的绝佳观景台。想象一下，你站在城隍阁顶层的冠凤台上，眼前是一幅壮丽的全景画卷，北边是如镜般平静的西子湖，轻舟点缀其上；东边是繁华的市区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；南边是波涛滚滚的钱塘江，帆影点点；西边是云雾缭绕的群山，松涛逐韵若隐若现。
这简直就是一个360度无死角的杭州全景 VR 啊！城隍阁的魅力可不止于此，它就像是一个穿越时空的建筑博物馆，融合了南宋、元、明等多个朝代的建筑风格。7层楼高、41.6米的气势，让它堪称江南第4大名楼，与黄鹤楼、岳阳楼、滕王阁并驾齐驱。这简直就是古代建筑师们的群英会啊！城隍阁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历史的味道，从底部的蘑菇石洞门到顶部的飞阁，每一处都在诉说着杭州的悠久历史。你知道吗？城隍阁的斗拱、栏杆和牌门都是用香樟、椴木和美国杨松精心雕刻而成的，这些木头可都是网红级的建筑材料呢。走进城隍阁，你会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一个文化百宝箱。1楼和2楼展示着浓郁的杭州地方特色和民俗风情，3楼到6楼则是休闲观景的好去处。特别是在3楼，你还可以一边品茶，一边欣赏文艺演出，简直就是视听盛宴啊！城隍阁的每一层都有它的特色。2楼的城隍阁匾额是由书法大师沈鹏亲笔题写的，而3楼的湖山信美匾额则出自国家主席和总理的老师之手。这些可都是大咖级的墨宝啊！最让人惊叹的是，城隍阁不仅仅是一个观景台，它还是杭州城市风貌的平衡器。无论你从西湖远眺，还是从城区各个方向观望，城隍阁都能为你提供一个完美的视角。它就像是杭州这幅山水画卷中的点睛之笔，让整个城市的美更加和谐完整。夜晚的城隍阁更是美不胜收。当华灯初上，整个城市的灯光在你脚下闪烁，与天上的星月争辉，简直就是一场地上的银河啊！最后给大家一个小提示，如果想要体验最佳的城隍阁之旅，建议你选择一个晴朗的傍晚登顶，这样不仅能欣赏到日落的美景，还能看到城市从白天到黑夜的华丽转身。不过记得带上相机哦，这里的美景可是要好好记录下来的。你们猜猜，站在城隍阁顶端，能不能看到传说中的西湖龙井茶园呢？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最期待在城隍阁看到什么景色？是波光粼粼的西湖，还是繁华璀璨的都市夜景？或者你更想在这里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？6. 太子湾。太子湾公园，这个隐藏在西湖西南角的绿色宝藏，绝不是你想象中的普通公园。它是一个完美融合了田园风韵和山野情趣的大型公园，简直就是城市中的一片世外桃源。想象一下，你漫步在公园的小径上，四周是葱郁的树木和绚烂的花海，耳边是潺潺的流水声。这里的美景就像是大自然精心调配的调色盘，每一处都美得让人惊叹。难怪这里成为了新人们拍摄婚纱照的热门地点，就算是最挑剔的摄影师，也会被这里的景色深深迷住，恨不得把每一个角落都拍个遍。太子湾公园的魅力在于它的多面性，仿佛是一个善于变装的魔术师。春天，数千株日本东京樱花盛开，把整个公园变成了一片粉色的海洋，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。夏天，绿树成荫，是避暑的绝佳去处，让你在炎炎夏日也能感受到丝丝凉意。秋天，层林尽染，美不胜收，金黄、橙红、深绿交织成一幅绚丽的画卷。冬天，白雪覆盖，宛如童话世界，仿佛随时会有白雪公主从树后走出来。这简直就是一年四季的变装达人啊！公园的布局可谓是别具匠心，被巧妙地分为东、中、西3个景区。
东部的望山坪是一片广阔的草坪，视野开阔，是野餐和放风筝的绝佳地点。你可以带上家人朋友，铺上野餐垫，享受一顿惬意的户外午餐，或者在蓝天白云下放飞一只五彩斑斓的风筝，那感觉简直不要太美好。中部的枇杷洲和翡翠园花木繁茂，是赏花的好去处。在这里，你可以近距离欣赏各种美丽的花卉，呼吸着花香，感受大自然的馈赠。西部则保留了更多的自然风貌，让你仿佛置身于原始森林中。这样的设计巧妙地满足了不同游客的需求，无论你是喜欢热闹还是偏爱宁静，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太子湾公园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巧妙利用了西湖引水工程的明渠，园内的水系设计可谓匠心独运，水道曲折回环，聚散有致，形成了多处美丽的景观。你可以沿着水道漫步，欣赏水面上倒映的美景，感受水与绿的完美融合。园内还有6、7座用带皮沙木坯料铸就的小桥，每一座都造型各异，既实用又美观。这简直就是一场桥梁艺术展。站在这些小桥上，你可以俯瞰水面，欣赏两岸的景色，感受古人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。说到太子湾公园，不得不提它的婚庆主题。这里不仅是拍摄婚纱照的热门地点，还可以举办西式婚礼。想象一下，新人手挽手走过小桥，漫步在开阔的草坪上，然后在婚庆教堂里交换誓言，周围是美丽的花海和碧绿的树木，这简直就是童话故事里的场景。难怪这里被誉为最浪漫的婚礼圣地。公园内还有一些独特的景点，比如太极圆形铺装、爱情柱和爱情邮局等，增添了浪漫和文化气息。你可以在太极圆形铺装上练习太极拳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，也可以在爱情柱上许下心愿，或者在爱情邮局寄出一封充满爱意的信件。此外，公园还提供无线网络覆盖，让你在欣赏美景的同时，也能随时分享美好时刻。最后，给大家一个小提示，如果你想体验最美的太子湾公园，建议在樱花盛开的季节来访。不过，记得早点来哦，这里可是赏樱的热门地点，晚了可就要人挤人了。想象一下，清晨的阳光透过樱花树枝洒在小径上，粉色的花瓣随风飘落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，这样的美景绝对值得你早起。无论你是喜欢自然风光，还是热衷于文化探索，太子湾公园都能满足你的需求。它不仅是一个观赏美景的好去处，更是一个充满历史和浪漫气息的地方。下次来杭州，别忘了把太子湾公园列入你的必游清单。这个城市中的绿色明珠，正等着你来解锁它的每一个美丽瞬间呢。7. 法喜寺。上天竺法喜讲寺，这座藏在杭州天竺山下的千年古刹，绝非你想象中的普通寺庙。它是一个融合了信仰、历史和文化的神秘宝藏，堪称佛教界的时光穿梭机。想象一下，你站在寺庙的山门前，眼前是庄严肃穆的建筑群，耳边回荡着悠扬的钟声。这里的氛围仿佛有魔力，能让人瞬间脱离尘世喧嚣，进入一个宁静祥和的世界。难怪历代帝王都钟情于此，纷纷前来竞相朝拜。我敢打赌，就算是最浮躁的都市人，来到这里也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，感受内心的平静。法喜讲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后晋天福年间，那可是公元936年啊！想想看，当时的中国还处于5代十国的动荡时期，而这座寺庙却在那时就开始了它的传奇故事。经历了南宋、明清，直到今天，它依然屹立不倒，如同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，见证了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。
走在寺内，你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，感受到千年文化的积淀。这哪里是寺庙，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啊！寺庙的建筑布局可谓是匠心独运，从山门牌坊到天王殿，再到圆通宝殿、大雄宝殿，每一处建筑都庄严肃穆，又错落有致。漫步其中，你会发现每一步都是一幅画，每一个转角都是一首诗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放生池，它不仅体现了佛教慈悲为怀的精神，还为寺庙增添了一份生机。你们猜猜，在这个池子里会不会有活了上百年的乌龟呢？也许他们默默地见证了这座古寺的兴衰变迁呢。说到法喜讲寺，不得不提它的天竺香市。每年春天，来自浙东苏南各地的香客都会纷纷前来敬香。想象一下，香烟袅袅，信众如云，整个寺庙沉浸在一片虔诚的氛围中。这场景简直就像是穿越回了古代的庙会。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浓厚的民俗文化，体验到信仰的力量。在天竺路上的3座千年古刹中，法喜讲寺可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哥。它不仅是佛教圣地，还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。听说路上还有传说中的三生石呢。你们知道三生石的传说吗？据说，如果有缘人触摸这块石头，就能看到自己的前世今生呢。虽然这只是个美丽的传说，但却为这座古寺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最后，给大家一个小提示，如果你想体验最地道的法喜讲寺，建议选择在非节假日的清晨来访。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古老的建筑上，伴随着悠扬的晨钟，整个寺庙仿佛被笼罩在一层神圣的光晕中。你可以静静地坐在寺院的某个角落，聆听僧人的诵经声，感受内心的平静。那种超然物外的感觉，简直不要太美妙。你们猜猜，在法喜讲寺里，能不能碰到正在修行的高僧呢？也许在某个安静的角落，你会遇到一位正在打坐的老和尚，他的面容慈祥，眼神深邃，仿佛能看透人心。或者，你可能会遇到一群正在诵经的年轻僧人，他们的声音庄严肃穆，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。无论你是为了寻求内心的平静，还是想要探索中国传统文化，法喜讲寺都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。它不仅是一座古老的寺庙，更是一个能让你与历史对话、与文化交流的神奇之地。下次来杭州，别忘了给自己一个机会，来法喜讲寺寻找属于你的那份宁静与智慧。8灵隐寺。灵隐寺，这座藏在杭州飞来峰下的千年古刹，绝非你想象中的普通寺庙。它是一座融合了信仰、历史和文化的佛教圣地，堪称一部活生生的佛教百科全书。想象一下，你站在灵隐寺的山门前，眼前是巍峨的飞来峰，耳边回荡着悠扬的钟声。这里的氛围仿佛有魔力，能让你瞬间穿越到1700年前，仿佛亲眼目睹东晋高僧慧理和尚开山立寺的那一刻。难怪它被誉为东南佛国。我敢打赌，就算是对佛教一无所知的人，来到这里也会被这浓厚的文化氛围所震撼。灵隐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晋咸和元年，那可是公元326年啊！想想看，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南北分裂的动荡时期，而这座寺庙却在那时就开始了它的传奇故事。经历了南朝、五代、宋、明、清，直到今天，它依然屹立不倒，如同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，见证了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。走在寺内，你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，感受到千年文化的积淀。这哪里是寺庙，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佛教发展史。
灵隐寺的建筑布局可谓是气势恢宏，从天王殿到大雄宝殿，再到药师殿、法堂、华严殿，每一处建筑都庄严肃穆，又错落有致。漫步其中，你会发现每一步都是一幅画，每一个转角都是一首诗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个500罗汉堂，里面陈列着1.7米高的500青铜罗汉，还有一座12.6米高的4大名山铜殿，简直就是一场视觉盛宴。你们猜猜，造这些罗汉像用了多少铜？这些精美的艺术品不仅展现了中国传统工艺的精湛，更体现了佛教文化的深厚底蕴。说到灵隐寺，不得不提它的江南禅宗五山之一的地位。在宋代，它就已经是佛教界的顶流了。想象一下，当时的文人墨客、高僧大德云集于此，讨论佛法、吟诗作画，那场景该有多么壮观啊！这里不仅是一个宗教场所，更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，见证了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。灵隐寺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，据说寺前的飞来峰是从天外飞来的，所以才有了飞来峰这个名字。你们相信吗？虽然这只是个美丽的传说，但却为这座古寺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，让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。最后给大家一个小提示，如果你想体验最地道的灵隐寺，建议选择在非节假日的清晨来访，记得提前半小时到，这样就可以免费进入飞来峰景区了。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古老的建筑上，伴随着悠扬的晨钟，整个寺庙仿佛被笼罩在一层神圣的光晕中。你可以静静地坐在寺院的某个角落，聆听僧人的诵经声，感受内心的平静。不过别忘了戴口罩，测体温哦，安全第一。无论你是为了寻求内心的平静，还是想要探索中国传统文化，灵隐寺都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。它不仅是一座古老的寺庙，更是一个能让你与历史对话、与文化交流的神奇之地。下次来杭州，别忘了给自己一个机会，来灵隐寺寻找属于你的那份宁静与智慧。9、西塘古镇。西塘古镇，这个被誉为生活着的千年古镇的地方，绝非你想象中的普通水乡。它是一个融合了历史、文化和现代生活的神奇之地，堪称时空交错的活化石。想象一下，你漫步在西塘的石板路上，两旁是黑瓦白墙的江南民居，耳边回荡着悠悠的吴侬软语。这里的氛围仿佛有魔力，能让你瞬间穿越到1000年之前，亲身体验古代江南水乡的悠闲生活。难怪连习近平主席都赞叹这里是他梦中的江南水乡。我敢打赌，就算是最挑剔的旅行家来到这里，也会被它的魅力所征服。西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，它是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。想想看，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春秋战国时期，而这个小镇就已经开始孕育独特的文化了。经历了1000年的风雨，它依然保持着原汁原味的水乡风貌。走在古镇的街道上，你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，感受到1000年文化的积淀。这哪里是古镇，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江南历史教科书。西塘的布局可谓是巧夺天工，这里有着9条街、8座桥、1条河的独特格局，每一步都是一幅画，每一个转角都是一首诗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些狼棚，它们像是镇上的连狼，下雨天也不怕淋湿。你们猜猜，这些狼棚总长有多少米？答案是近1000米哦。这可是全国独一无二的。漫步其中，你会发现每一处都充满了智慧和有趣。说到西塘，不得不提它的夜景。当华灯初上，整个古镇仿佛被笼罩在一层梦幻的光晕中，
坐在乌篷船上，轻轻划过静谧的河面，感受着古镇的夜色。河岸边的灯光倒映在水中，与天上的星星相映成趣，构成了一幅璀璨的天上人间图。这简直就是一场视觉和心灵的双重盛宴。西塘还有一个有趣的传统，每年都会举办汉服文化周。想象一下，古色古香的小镇上，到处都是穿着汉服的古人，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几千年前。你可以穿上华丽的汉服，在古桥上留影，或者在茶楼品茗，感受古人的生活方式。这种穿越感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体验。最后给大家一个小提示，如果你想体验最地道的西塘，建议购买联票，100元就可以玩遍11个景点，还能坐游船哦。不过记得提前做好攻略，西塘的景点可是很多的，时间安排要合理哦。你可以选择在清晨或黄昏时分游览，那时的光线最美，最适合拍照。在西塘，每个角落都可能成为朋友圈爆款的取景地。无论是站在石拱桥上远眺水乡全景，还是在廊棚下拍摄剪影，或者坐在乌篷船上自拍，都能拍出让人羡慕的美照。无论你是为了寻找内心的宁静，还是想要探索江南水乡文化，西塘都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。它不仅是一座古老的水乡，更是一个能让你与历史对话、与文化交流的神奇之地。下次来江南，别忘了给自己一个机会，来西塘寻找属于你的那份悠闲与诗意。西溪湿地。西溪国家湿地公园，这个被誉为城市里的绿肺的地方，绝非你想象中的普通公园。它是一个融合了自然生态、农耕文化和城市文明的神奇之地，堪称都市中的绿色天堂。想象一下，你漫步在西溪湿地的木栈道上，四周是郁郁葱葱的芦苇丛，耳边回荡着悦耳的鸟鸣声。这里的氛围仿佛有魔力，能让你瞬间逃离城市的喧嚣，沉浸在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之中。难怪它与西湖、西泠并称杭州三溪。我敢打赌，就算是最忙碌的都市人，来到这里也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，深深呼吸这里的新鲜空气。西溪湿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，它是中国第一个集城市湿地、农耕湿地、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级湿地公园。想想看，当杭州还只是一个小城市的时候，这里就已经孕育着丰富的生态系统了。经历了千年的变迁，它依然保持着原始的自然风貌。走在湿地中，你仿佛能感受到大自然的脉动，聆听到生命的律动。这哪里是公园，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生态保护教科书。西溪湿地的布局可谓是巧夺天工。这里有着100多公里长的河流，约70%的面积为水域。特别是那些蜿蜒的水道，它们像是湿地的血管，滋养着这片土地。你们猜猜，在这里能看到多少种鸟类？答案是140多种哦。这里可是名副其实的鸟类天堂。漫步其中，你会发现每一处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。说到西溪湿地，不得不提它的四季风光。春天，桃花灼灼，粉嫩的花瓣点缀在绿色的背景中；夏天，荷花盛开，荷叶田田，一派生机盎然；秋天，芦苇飘摇，金黄的芦花随风起舞；冬天，白雪皑皑，银装素裹，宛如童话世界。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美，每次来都能有新的发现。这简直就是一个永远不会让人感到厌倦的自然博物馆。西溪湿地还有一个特别之处，它是中国首个获得国家5A级景区称号的国家湿地公园。想象一下，在这么一个生态保护区里，
你不仅能欣赏到美丽的自然景观，还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旅游服务。你可以乘坐电瓶船悠然游览，或者漫步在木栈道上，近距离感受湿地的魅力。这种兼具自然与舒适的体验，绝对是独一无二的。最后，给大家一个小提示：如果你想体验最地道的西溪湿地，建议乘坐电瓶船游览。80元的门票加60元的船票，就能领略到湿地的精华。不过，记得提前做好防蚊措施哦，毕竟这里可是蚊子的乐园呢。你也可以选择在清晨或黄昏时分来访，那时的光线最美，最适合拍照和观鸟。无论你是为了寻找内心的宁静，还是想要探索城市中的自然生态，西溪湿地都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。它不仅是一片自然保护区，更是一个能让你与大自然对话，与生态和谐相处的神奇之地。下次来杭州，别忘了给自己一个机会，来西溪湿地寻找属于你的那份宁静与自然。从乌镇的小桥流水到西湖的烟波浩渺，从千岛湖的碧波荡漾到西溪湿地的芦苇丛生，我们领略了杭州的自然之美和文化底蕴。这座城市既有千年古都的厚重，又有现代都市的活力，真是让人流连忘返。希望这次旅程给你留下了美好的回忆，也期待你能亲自来杭州，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。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的精彩旅程吧。关注我，我是爱旅游，带你探索地球的每一个角落。